发生在动物界暖心的一幕，一只红毛猩猩正在给小老虎喂奶，它紧紧将虎宝宝搂在怀里，似乎将它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原来这只母猩猩贝娜是4只虎宝宝的养母，几只小老虎出生不久便失去了母亲，自此贝娜就担负了虎妈的责任。她对几个孩子视如己出，不管虎崽们多么调皮，身为母亲的她却始终温柔相待。孩子们对她也十分依赖，总是喜欢时刻围绕在贝娜的身边。据饲养员说，小老虎都是喝着她的母乳长大的，可随着虎宝宝们慢慢健壮起来，现在贝娜的奶水根本无法哺育4个孩子，于是饲养员就将冲泡好的奶粉交给贝娜，再由她喂给小老虎们。细心的贝娜每次都会自己先试试奶水的温度，然后才放心的将奶嘴送到虎崽们口中。她一只手护住小老虎的背部，另一只手将奶瓶稳稳地拿在手里，这专业又娴熟的动作堪称一位模范的母亲。白天多数的时间里，贝娜会陪孩子们一起欢快地玩耍，她还会学着人类的样子将小老虎高高举过头顶。虽然不同的物种之间无法用语言交流，但却丝毫不影响它们之间和谐的相处。原来贝娜因为身体原因，已经年过20的她却没有属于自己的孩子。工作人员见贝娜整天郁郁寡欢，于是便尝试将一只小老虎放到她的面前。饲养员说，第一次见到虎崽的贝娜就将它抱在了怀里，没想到在他们之间会上演绎一段跨越种族的母爱。随着越来越多失去母亲的小虎崽被她收养，贝娜的压力也变得越来越大。她会观察孩子们的一举一动，当看见小老虎做出翻越围栏的危险动作时，贝娜会在第一时间上前阻止。虽然每天被4个小家伙折腾得精疲力竭，但她的脸上却洋溢着满满的幸福。很多人都说这只红毛猩猩是母爱泛滥，但我想它应该真的很渴望做一名母亲吧。相信在猩猩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下，几只小老虎很快就能独立起来。母爱伟大，愿天下所有母亲都能平安健康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要打针了，怎么办？5只小老虎上一秒还在奶凶的喵叫，见到饲养员后立刻就怂了。饲养员也没客气，一把薅住小老虎的脖梗就给提了出去。堂堂森林之王难道也怕打针吗？刚出生的虎宝宝都十分可爱，呆萌的样子谁都想上去撸一把。就是这群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小可爱，可把虎妈给累坏了。不久前虎妈一时兴起，本想着生2个虎崽子陪自己，没曾想一不小心生了5只出来，这下给虎妈愁得满脸皱纹。虽然每只颜值都很高，但一次性带这么多娃，就算是母老虎也扛不住了。刚好今天是虎宝宝们打疫苗的日子，虎妈趁这个机会赶紧溜了出去。离开妈妈的小老虎紧张地蜷缩在角落里，心想着妈妈是不是不要自己了。这时一群饲养员突然冲了进来，小老虎龇牙咧嘴地发出威胁，不知道本喵是老虎吗？再往前一步我就吃了你。可见到饲养员手里的针头后，2只小老虎立马就怂了。饲养员一把拎起最嚣张的那只，隔壁的虎妈听到孩子的叫声很是担心，这才反应过来自己中了调虎离山之计。此时悬在半空的小老虎被吓得4肢瘫软，恳求饲养员能放自己一马，结果下一秒就被拉去称了体重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饲养员一针就扎了进去。接下来是第2只，帮小老虎称完体重后，饲养员还帮他检查了一下牙齿。你别说，这牙齿还真白。在忐忑不安的心情中，小老虎最终完成了注射。看见饲养员又走了过来，几只小老虎骂骂咧咧，你还没完了是吧？结果又一只被拎了起来。当看见针头的那一刻，小老虎已经生无可恋，此时心里只想回到妈妈身边。经过检查发现小老虎的眼睛有些感染，但只要滴上药水很快就能好了。刚打完针的小老虎一脸委屈，一个个耷拉着脑袋，似乎还没有从刚才的恐惧中走出来。为了安抚他们的情绪，饲养员特意准备了丰盛的午餐。见到美食的小老虎抱着大猪蹄子就啃了起来，看来没什么是一顿肉解决不了的。美美饱餐一顿后，当然还得出来透透气。虎妈率先走了出来，今天是小老虎第一次看见外面的世界，几只小家伙愣是不敢踏出家门口，这可给虎妈急得不行，心想咋生了几只胆子这么小的。最终在虎妈的不断召唤下，虎宝宝才敢纷纷出动。没见过世面的小老虎四处乱跑，对外面世界充满了好奇。一只小老虎跑到水池想泡个澡，但这水温也太烫了吧，果断选择放弃。但老虎对水有着天然的好感，几只小家伙很快在水里嬉戏了起来。可打算上岸时，小老虎脚底一滑，直接摔进了水里。还好大家没看见，不然我这虎脸往哪放？为了找回颜面，小老虎决定去深水区证明一下实力。结果一个不注意又掉进了水里。一旁的虎妈听到声响变得紧张起来，看见落水的熊孩子，虎妈嘴上骂骂咧咧，但还是不放心的走了过去。看见宝宝自己游上了岸，虎妈这才安心的离开。但熊孩子不止一只，总是有虎宝宝不断去深水区尝试，虎妈只能时刻盯着，动不动就得从水里叼一只上来。这一下午不是叼虎仔就是在叼虎仔的路上。事后虎妈将他们放进浅水区，并且用实际行动告诉孩子，这才是小朋友该玩的地方。小老虎成长的速度很快，不久后他们开始练习跳跃和捕猎。几兄弟在训练时都非常认真，看见孩子们这么刻苦，虎妈也深感欣慰。没曾想这只将目标放到了亲妈身上，还吓了虎妈一大跳。按理说小老虎早就该断奶了，可这么大的小老虎还整天追着妈妈要奶喝，很快小老虎们就围了上来。
没办法，虎妈只好赶紧开溜。这下彻底给虎妈整怕了，见到这群小祖宗撒丫子就跑，可粘人的熊孩子可没那么容易甩掉。最后虎妈一跃而上，跳到了高处。由于小老虎还没学会爬树的技能，只能在地上急得团团打转。虎妈大口喘着粗气，直呼当妈太难了。几小时后迎来了晚餐的时间，但精疲力竭的虎妈却没有一点胃口，直接选择了躺平。此时一只喜鹊飞了过来，看见地上的美食，它可高兴坏了，这下捡了个大便宜。可一旁的小老虎不乐意了，敢在我地盘抢吃的，说着就发动了进攻。喜鹊见状慌忙飞走了。为了守住地盘，5只小老虎开始追赶入侵者，直到把他们都赶走才肯罢休。不久后，小老虎们开始呼呼大睡，估计是刚才玩得太累了。为了帮虎妈分担压力，饲养员特意为虎宝宝们制作了木马玩具，老大直接就爬了上去，可另外2只被吓得接连后退。小老虎一口气将木马掀翻在地，有了新玩具的孩子们一时间忘了妈妈。此时虎妈终于得到了片刻的歇息，看来带娃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希望5只小老虎能健康成长，早日成为森林之王。一只猫头鹰突然站在窗外，妮卡阿姨连忙打开窗户，询问猫头鹰到访有何贵干。可猫头鹰一言不发，眼睛紧紧盯着妮卡，仿佛若有所求的样子。虽然妮卡阿姨是动物专家，但也只能听懂一半鸟语，更何况这家伙一声不吭，一站就是几个钟，那么他究竟要干什么呢？此时外面的气温已经超过40度，猫头鹰明显呼吸加重。为了防止猫头鹰中暑，妮卡阿姨拿来喷雾器给它降温。猫头鹰并没有躲闪，反而一副享受的样子，仿佛他知道妮卡的好意。妮卡阿姨再次询问猫头鹰：“你到底是来干嘛的？”可猫头鹰就是不说。妮卡阿姨喂它几口水后便离开了。几小时后，妮卡阿姨发现猫头鹰居然没走，并且还惬意地享受着日光浴。那圆圆的大眼睛一直望着妮卡，眼神中还透露着几分温柔。妮卡有点纳闷，难道这家伙是来求收养的吗？此时身后的小猫头鹰突然叫了几声，妮卡看着窗外的猫头鹰，顿时明白了一切。原来这只猫头鹰是来找宝宝的。几个月前，家中的猫咪在附近发现一只受伤的猫头鹰，于是妮卡将它带回家精心照顾。现在小猫头鹰已经痊愈，看来猫头鹰妈妈是掐着点来的。妮卡阿姨询问猫头鹰能否晚几天再来接宝宝，她还需要做个全面检查。见猫头鹰没有回答，妮卡阿姨拿出玩具作为交换，可猫头鹰妈妈明显不买账，嘴里哼哼唧唧的不知在讲些什么。但最终猫头鹰还是接受了妮卡的礼物，表示同意妮卡的做法。临走前，猫头鹰还鞠躬对妮卡表示感谢。几天后的清晨，猫头鹰居然叼着一封信站在窗外。妮卡阿姨不可思议地打开窗户，询问猫头鹰是自己的信件吗？猫头鹰盯着妮卡，仿佛在说：“还不快点取走，等着我给你拆吗？”妮卡阿姨伸手就要去拿信件，可猫头鹰却紧紧咬住不肯松口。妮卡阿姨问猫头鹰是不是搞错了，猫头鹰哼哼唧唧地说：“没错，就是你的信，是我的信，你还不快松开？”可猫头鹰还是咬住信封不放。你先答应我把宝宝带回家，我才给你信。妮卡阿姨按了几下猫头鹰鼻子，表示同意。这下猫头鹰才松开口。妮卡阿姨拿出小玩具犒劳一下它。猫头鹰一脸严肃地说：“我不要玩具，快点把宝宝给我。”妮卡阿姨转身看了一眼猫头鹰宝宝，似乎她也在呼唤着妈妈。最后，妮卡阿姨决定让他们母子团聚。万物皆有灵性，保护动物人人有责。眼前的松鼠紧紧盯着小哥手里的松子，想吃却很害怕，不敢伸手去拿。小哥示意小松鼠可以放心吃，这是正版的3只松鼠。小松鼠颤颤巍巍地伸出小手，可犹豫片刻后还是将手缩了回去，因为妈妈说过不能轻易吃陌生人给的东西，不然会找不到回家的路。可面对如此美味的松子，小松鼠陷入了无限的沉思，自己到底该不该吃呢？小哥见松鼠没反应，便轻轻抚摸松鼠的小手，告诉对方自己并无恶意。可小松鼠还是不肯接受，小哥只能亲自将松子递到他嘴边，可小松鼠依旧不为所动。最后，小哥将松子塞进了他的怀里。面对突如其来的热情，小松鼠一时间不知所措。真的有这么好心的人吗？小哥一边往怀里塞着松子，一边告诉松鼠，吃不完就打包带回去给妈妈。小松鼠被感动得一动不动，此时觉得小松鼠可爱的扣666。很快，小松鼠怀里就被塞得满满当当。第二天，松鼠看见小哥，连忙跑了过来。这回小松鼠不再害怕，拿起手里松子就大口吃了起来。似乎他也明白小哥是位好人，于是肆无忌惮地吃着小哥手里的松子。对于小松鼠而言，能够每天吃上美味的松子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！小松鼠高兴地在草丛中蹦蹦跳跳，开心地摇晃着尾巴，似乎很高兴自己交到了人类朋友。从此以后，小哥每周都会带着礼物来森林探望小松鼠，并且还为小松鼠取名为奥斯卡，而小松鼠也将小哥当成了最好的朋友。
就这样日复一日，时间转眼到了冬天，小松鼠也换上了灰色的外衣。此时他和小哥已经有了深厚的友谊，吃起东西来也不再客气。拥有这样一个土豪朋友，小松鼠也成了森林中最幸福的鼠。小哥询问奥斯卡家里的存粮还够吗？奥斯卡有些不知所措，连忙把头扭了过去。小哥示意奥斯卡再过来吃点，这才勉强化解了尴尬。眼前人和动物相处的情景多么温馨啊！第二天，小哥再次来到森林，奥斯卡开心地在小哥脚下跳来跳去。小哥掏出一把松子递给奥斯卡，奥斯卡大口地吃着，看样子是饿坏了。小哥对奥斯卡说：“你别急，慢慢吃，明天我多带些你拿回去存储。”说着，小哥又掏出一颗花生递给奥斯卡。奥斯卡津津有味地品尝着，自己已经好久没吃过这么美味的花生了。几天后的清晨，小哥看见奥斯卡在雪地里四处奔跑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，不知道这家伙有没有饿肚子。小哥呼唤了一声，奥斯卡赶紧朝着小哥跑了过来。小松鼠也没客气，直接站在小哥手上吃了起来。可不一会儿，他就转身跑开了。他到底要干什么呢？小哥仔细观察，才发现奥斯卡正在将嘴里的食物藏起来。这家伙还真是聪明啊！藏好之后，还不忘用积雪将食物覆盖掉。随后，奥斯卡又蹦蹦跳跳返回了小哥手里。这回奥斯卡才踏实地品尝着美味。小哥告诉奥斯卡多吃点，自己还有很多呢。临走之前，小哥将全部的松子留给了奥斯卡。奥斯卡高兴得不得了，这下自己终于可以安心过个好冬了。万物皆有灵性，即使不同物种之间依然能感知彼此的善良和关心。爱护生态环境，保护动物是我们共同的责任，愿每个生命都能被温柔对待。你相信狗能看到人类看不见的东西吗？这只柴犬跟随主人参加葬礼后，眼睛就一直盯着天花板看个不停，仿佛是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。女主顺着狗狗的视线望去，可奇怪的是天花板上却什么也没有。女主说狗狗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很多天了，它不仅白天对着天花板犬吠，到了晚上更是叫个不停。刚开始女主并没有在意，以为阿柴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吸引自己的注意。她拿出狗粮试图安抚狗狗的情绪，可阿柴只是闻了闻，很快便又把目光投向了天花板，看他一副认真的模样，似乎这上面真的有什么东西。女主告诉我们，平时狗狗从不乱叫，性格也很温顺，可自从上周参加完爷爷的葬礼后，阿柴就出现了反常的行为。人们常说狗能看见人类看不到的事物，虽然自己并不相信这些，但狗狗的行为属实让人有些害怕。他猜想没准真是爷爷回来了，可仔细一算，这也没到头七啊。邻居大婶说撒上红豆可以辟邪，可阿柴还是对着天花板叫，看来这招似乎没起到作用。奶奶说遮上黑布能隔阴阳，于是小姐姐立马买了一块9毛9的大黑布，挂上黑布后，下一秒阿柴果然安静了下来。本以为这下可以睡个好觉了，可没想到几秒钟过后，狗狗又转身继续对着天花板犬吠。小姐姐决定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搞清楚天花板上究竟有什么。不久后，她买来了探测仪，可经过仔细勘探，依旧在天花板没有发现任何东西，这让女主变得更加疑惑，难道是楼上有什么声音吗？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，女主来到了物业进行咨询。工作人员经过查询后表示，楼上已经2年半没人居住了，这让小姐姐彻底慌了。她觉得阿柴肯定是看见了阿飘。回来后，狗狗依旧每天盯着天花板看，尤其到了深夜，阿柴的行为变得更加诡异，动不动就神色慌张地对着天花板犬吠。狗狗这种怪异的行为让一家人寝食难安，并且女主最近还经常梦到一些奇怪的事物。无奈之下，小姐姐只好找来当地最权威的驱魔大神老王。别看老王相貌平平，但他对宠物的研究却十分专业。进门后，老王先是和阿柴打了声招呼，接着开始观察狗子怪异的行为。这时老王告诉女主，还需要增加500大洋，安装一台分贝测试仪。担惊受怕的女主连忙表示没问题。安装完成后，老王一只手背在身后，嘴里还念着听不懂的语言。此时的阿柴已经完全被老王所吸引，眼睛一直盯着对方看。在经过一番研究和操作后，专家老王最终给出了科学解释。一般来说，犬类的听觉非常灵敏，它能听到人类听不见的声音。由于女主不久前刚搬了新家，环境的变化让狗狗的听觉变得异常敏感，任何细小的噪音都会引起它的注意。而它之所以对着天花板犬吠，是因为声音的反射让狗狗误以为是楼上发出的声音，所以狗狗并不是看见了什么东西，而是对声音做出的正常反应。经过老王的解释后，女主终于松了一口气。随后老王将房间内的声音录制了下来，接着调至最大声音循环播放，同时让女主安抚狗狗的情绪，并且不断与它互动，转移注意力。在经过老王的一系列指导后，当阿柴再次听到细微的声响时，他也只是看了一眼，随后便倒在地上睡了过去。看见狗狗终于恢复了往日的状态，女主也很高兴，她表示自己可以安心睡个好觉了。对于狗狗迷惑的行为，你有什么看法呢？
这匹马为了约会，一气之下竟然学会了开锁。只见他对着门锁咬了几下，调整好缺口的位置，用嘴巴轻轻一顶，门上的锁扣就掉了下来。随后马儿熟练地拉开门栓，10秒不到，马厩的门就顺利被打开了。整套动作行云流水，一看就是越狱的惯犯。看见这番神奇的操作后，其他马儿也是满脸羡慕，懊悔自己当年读书太少。逃之夭夭的马儿很快便来到了约会地点，在一番卿卿我我后，马儿直奔饲料间开始补充体力。哪成想还没吃上几口就被主人抓了个正着。主人二话不说就将他送回了马棚。马主人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原来马儿名叫奥斯卡，是一匹智商极高的马。刚开始以为是马棚里的门锁坏了，可经过仔细检查，发现门锁和大门并没有损坏。直到后面才知道这家伙居然是自己开的门。前一秒刚把门关上，后一秒他就立马溜出去。主人告诉我们，奥斯卡每天要跑出去10几次，并且还养成了偷吃饲料的坏习惯。为了阻止奥斯卡再次越狱，主人专门为他定制了一把高级锁，这回看你怎么逃出来。将新锁安装完成后，他还特意试了试牢固程度，接着便自信满满的离开了。发现主人走远后，马儿再次将脑袋探出来准备打开房门，然而这次奥斯卡试了很多遍都没能将门打开。脾气暴躁的他终于忍不住了，摇晃脑袋开始思考开锁的方法。由于新锁结构比较复杂，马儿 CPU 都干烧了，也没想到解锁之法。着急去约会的他开始满地打滚发泄情绪，在爱的魔力下，奥斯卡终于想到了破解的办法。这回他直接将目标对准卡槽，用灵活的嘴巴轻轻一提，就顺利打开了大门。呼吸到自由空气的马儿发出得意的嘶吼，似乎在说：区区雕虫小技也想困住我。逃出马棚的奥斯卡开心的不得了，开始在马场里四处撒欢。主人想上前将他带回马棚，结果奥斯卡的后腿不停飞舞，显然是在警告主人不要靠近。此时的他已经忘乎所以，任何人的面子都不给，说什么也不肯让对方上马。一位骑马高手自信满满的想要驯服他，没想到刚骑上马背，奥斯卡就用行动表示抗议。无奈之下，小哥只好乖乖下马。为了防止有人骑他，这家伙竟然直接躺在地上不起来了。面对行为如此怪异的马，主人也是一脸无奈。他不明白为啥这家伙整天想着往外跑，难不成是得了什么大病吗？为了搞清楚状况，主人请来了动物专家。专家找来一些道具，打算测试一下马儿的智商。饲养员将毛巾分别放在2匹马的头顶，结果这2匹马表现得很听话。1分钟后，毛巾依旧没有脱落下来。接着主人将奥斯卡牵了过来，本以为他会和其他马儿一样，结果毛巾刚放上去几秒就被他甩了下来。看来奥斯卡的确和一般的马儿有所不同。随后专家在栏杆前面摆放了食物，再用塑料桶将食物盖住。第1匹马儿见到食物后直接将栏杆撞倒，在专家的几次引导下才勉强吃到了食物。很快第2匹马登场了，虽然他很聪明地绕开了障碍物，可他并没有找到食物，而是跑去向一旁的工作人员求助。等到奥斯卡出场后，他毫不犹豫地绕过了栏杆，掀开塑料桶直接大口吃了起来，全程用时仅6秒的时间。令人意外的是，他居然连下面的残渣都找了出来。专家说有些人具备一些特殊的能力，其实动物也一样，它并不是生病，而是智商太高了。他猜测这匹马总是千方百计的逃跑，肯定是带有什么目的性。在专家的建议下，主人假装让奥斯卡逃脱，然后悄悄地跟在后面，看看他究竟要跑去哪里。在狂飙了几公里后，奥斯卡最终来到一处草地，搞了半天，原来这家伙是来见女朋友的。主人说他们从小就是青梅竹马的一对，不久前小五生病了，于是就将他安置在这里进行治疗。现在终于明白奥斯卡为什么每天不停地开锁想要逃出来，原来他只是为了和女友见面。得知事情的真相后，主人将小五接了回去。从那以后，奥斯卡终于改掉了开锁的坏习惯，现在他们又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。看见这对马儿每天秀着恩爱，主人表示他又开始相信爱情了。眼前的狗妈妈全副武装，肚子上安了许多个奶嘴，这是害怕有人偷奶喝吗？主人告诉我们，这是为了保护狗狗的安全。狗妈妈名叫奥斯卡，别看她满脸的皱纹，其实她现在才2岁不到。奥斯卡突然紧张起来，原来是5只讨债的来了。就在2个月前，奥斯卡生下5只小奶狗。别看小奶狗的年纪小，但它们的皱纹比妈妈还要深，一副少年老成的模样。而且小狗们还特别的皮，不是翻东西就是在翻东西的路上。生下宝宝后，奥斯卡就特别辛苦，5只狗仔整天追着它要奶喝，所以奥斯卡的压力非常大，身体都快被孩子们掏空了。不过这还不是最可怕的，随着孩子们越长越大，他们吃奶的动作也越来越暴力，哪怕主人赶过来想要阻止，都拉不开这群贪婪的小宝宝。有时候奶水不够吃，他们甚至会咬妈妈的尾巴。主人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这才把奥斯卡给解围出来。可孩子们并没打算放弃，马上又围了上来。主人说奥斯卡身上都是伤，这全是小狗锋利的牙齿造成的。作为妈妈，奥斯卡想给孩子喂奶，但每次都会被小狗咬伤，气得他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了。可总不能饿着小奶狗啊！一盆狗粮用不了2分钟就被5只恶魔给瓜分掉了。为了帮奥斯卡减轻压力，主人在他喂奶的地方抹上柠檬，但很快就被现实打脸了。小狗们不但没有被酸到，反而吃得更加起劲了。
这难道是添加了柠檬味的酸奶吗？小狗们对这味道爱不释手，主人被这一幕整懵了。小奶狗不但不嫌弃，似乎还爱上了这个味道。眼看着奥斯卡越来越消瘦，于是狗妈妈只好开始躲着它们。可小奶狗哪里肯放弃，嘴里骂骂咧咧的找妈妈要奶喝，有的甚至还凑上去咬妈妈，似乎在质疑为什么不下来喂奶。这可把奥斯卡愁坏了，难怪2岁大的他长了张80岁的脸。兽医告诉主人必须帮小狗们断奶了，如果再让它们这样吸食下去，奥斯卡很快就会被它们吸干。再加上小奶狗如此暴力的吸食，这样下去会损害奥斯卡的健康。如果一直吸食母乳，更不利于小奶狗的成长。于是主人把奥斯卡带走，然后把小狗们暂时隔离开来。这可把小奶狗们急疯了，心里想的全是心心念念的柠檬酸奶。当狗妈妈再回到家里时，她的肚子上加装了很多奶嘴。女主说这样可以保护奥斯卡，还能让小奶狗们磨牙。孩子们迫不及待地凑了上去，就是这独特的造型把他们整懵了，撕咬了半天也没喝到一口奶水。果然兽医的方法很奏效，小奶狗站在妈妈周围一脸的落寞，似乎还在怀念柠檬酸奶的味道。最后小奶狗终于断奶成功，就是不知道奥斯卡的皱纹会不会减少几分呢？这只黄狗连续5年横跨亚欧大陆，途经29站地铁以及11个公交站，在穿越60海里后抵达港口对面的小岛。没人领养的它却是拥有数百万粉丝的网红，就连当地政府都向民众发出公告，整座城市的所有交通及公共场所对它免费开放。这是发生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个真实的故事。2017年，一只名为博吉的流浪狗走进了大众的视野。当地一些经常乘坐地铁的人们发现，每天早上8点都会有一只流浪狗来到一处地铁站，然后跟随行色匆匆的人群等待地铁的到来。人们总会在匆忙的脚步中与它打声招呼，当然也会有热心人士给它投喂食物。当熟悉的 BG65次列车驶来时，它便开始了一天的旅途。狗狗清楚地知道飞驰的列车不会等待自己很久，它每次都紧跟在人群后面，生怕自己错过了这趟列车。上下车时，博吉总是排在最后一个。风餐露宿的生活并没有让他忘记基本的礼貌与尊重。为了避免打扰到车上的乘客，上车后狗狗会安静地找个地方趴下，没人知道它要去往何处。但从它忧郁的眼神中可以看出，博吉的身上一定有着某种特殊的经历和故事。地铁上的乘客说，博吉不会在车厢内随地大小便，他知道这里公共交通的所有规则，并且每次都会严格遵守。在过去1年多的时间里，狗狗每天都会与上班的人们乘坐同一趟列车，因此这里的大部分人都认识博吉。他们之中的多数人都没饲养过宠物，但却随时都能从兜里掏出一把狗粮，显然这是为博吉精心准备的礼物。列车在行驶29个站点后会播报到站提示，听到声音的狗狗会立刻起身，然后缓缓伸个懒腰，接着不慌不忙地跟随乘客下车。但这趟旅途还远没有结束，走出地铁的博吉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站，乘坐电梯便可以快速抵达公交站的检票口。不过对于博吉来说，他并不需要检票，当然并不是每一次他都能顺利赶上公交。当公交驶来后，狗狗很快便登上了列车，它要乘车前往20英里以外的地方。由于路途较远，聪明的博吉会找个空位趴下休息一会儿，有时也会望着窗外欣赏沿途的风景，这里没人会对它进行驱赶。流浪动物同样享有作为一名乘客的权利。在途经11个站点后，博吉来到了海边的渡口，接下来他要在轮船开走之前登上船舱。穿过人群后，狗狗如愿以偿地踏上了这艘渡轮。迎面吹来的海风和宜人的景色时刻吸引着博吉的目光，有时他会安静地欣赏海上的美景，有时他也会围着栏杆进行奔跑。由于狗狗日复一日地在这条线路上奔波着，许多人与他一起等待地铁，一起乘坐公交和渡轮。一些乘客将博吉的照片和视频发到了网上，没想到却引来几十万网友的围观，大家纷纷表示自己也有着相同的经历。随着人们的不断讨论，一只每天乘坐地铁的流浪狗逐渐被大众所熟知，但它的行为始终是难以解开的谜题。当地的救援组织将博吉带到了宠物医院进行检查，医生通过它项圈上的晶片信息了解到，原来博吉并不是一只流浪狗，它的主人在2年前已经去世。从那之后，失去主人的博吉开始每天独自乘坐地铁，接着换乘公交，踏上渡轮前往另一边的王子群岛。工作人员经过多番调查才知道，博吉的主人每逢周末都会沿着这条路线带它来到小岛上旅游。对于工作繁忙的主人来说，也只有周末才会有时间陪伴狗狗。宠物专家分析，博吉之所以每天2点1线的行走，是因为这条路有着它和主人最美好的记忆，同时它也在试图寻找主人留下的气息。让人不可思议的是，博吉竟然知道什么时间乘坐哪一趟列车，并且他还知道如何换乘抵达目的地。不过真正让人感到惊讶的是，他对于各种规则都能严格遵守。人们猜想这大概与主人生前严格的教导有关。随着多家媒体的持续报道，博吉的事迹很快爆火网络，几乎在当地成为现象级的网红，数百万人被他坚定的信念和忠诚所感动。当地的政府部门还帮他开通了专属的社交媒体账号，
短短数日便涨粉100万。市政厅向民众发出公告，整座城市的公共交通及场所向流浪动物免费开放，并且还派出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普及，如何给予流浪动物力所能及的帮助。狗狗博吉连续5年乘坐交通工具寻找主人，2000多天里没有哪一天是间断过的。也许在他的心里，主人还在记忆中的某个地方等着自己。有人说，小狗有了主人便有了灵魂和信仰。我想，对于一只小狗来说，主人便是它的全世界。2只流浪猫彼此相拥在一起，在它们身上上演了一段童话般的爱情。它们的经历完美诠释了爱情的忠贞不渝、至死方休。看完这个故事，你会更加理解爱的含义。千万不要嘲笑眼前的小橘猫，虽然它腿部残疾，但却有着令无数人向往的爱情。没有遮风挡雨的大房子，街边的杂草堆便是它们温馨的小窝；没有美味的肉罐头，可它们却有着无拘无束的自由。每当小辉外出时，小橘会在家中静静等待丈夫回来。当听到小辉的呼唤后，她拖着残疾的双腿来到了街边，残缺的身体让她每向前挪动一步都那么吃力。最终，小橘来到丈夫身边，他们学着人类的样子，用亲吻表达着彼此的爱意。小辉总是深情地望着妻子，尽管他们在一起已经有2年了，可小辉对小橘的爱未减分毫。2年前的一场车祸导致小橘无法正常行走，当他奄奄一息地爬到路边时，一个模糊的身影走进了他的世界。从此，小辉便一直照顾着小橘。一位经常喂养流浪猫的大姐说，自己被他们的爱情深深打动了。每次喂他们食物时，小辉总是站在一旁看着妻子吃。其实他也很饿，但小辉从来不去吃地上的食物。只有等妻子吃饱了，他才会把剩余的食物吃干净。此时被感动的请扣666。当夜晚来临时，他们会抱在一起，给予对方温暖。这天山顶突然出现一只白猫，小辉立刻变得警觉起来。他将小橘紧紧护在怀里，生怕妻子受到伤害。看到白猫走向了食物，小辉这才松了一口气。白猫吃完准备离开，见他走远后，小辉转身追了上去，直接出手教训了白猫。见对方来势汹汹，白猫选择了退缩。原来在小辉心里，妻子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。当回来后，小辉抱住了小橘，仿佛在安慰妻子，别怕，一切有我了。守着怀中熟睡的小橘，小辉警惕环顾四周，生怕妻子再受到任何的伤害。2条流浪生命在平凡的生活中演绎着伟大的爱情。也许没有衣食无忧的生活，但即使风餐露宿，也依然可以拥抱幸福。他们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，大家纷纷慕名而来，并且为他们送上自己的一份心意。一位小姐姐在小窝的上面放了一把伞，她说希望小辉和小橘不要在雨淋日晒。虽然拥有好心人的帮助，可流浪猫的生活并没有想象那么容易。为了生存下去，他们会面临地盘和食物的抢夺。然而对于残疾的小橘来说，他想要生存就必须要放弃和忍让，这是他唯一活下去的方式。此时他只能期盼小辉早点回来，因为小辉已经是他唯一的依靠。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下，这对恩爱夫妻走过了无数的漫漫长夜。这天，大姐像往常一样来探望猫咪，但却惊讶地发现附近布满了垃圾，很明显有人故意为之。大姐连忙四处寻找他们，最终在不远的山头发现了小橘。她躲藏在草丛里，似乎受到了惊吓。小橘艰难地爬行着，几分钟后，她来到了街道，不断四处张望着什么。难道是在寻找自己的丈夫吗？突然，一辆汽车飞驰而过，惊慌失措的她赶紧跑到一边。此时，小辉出现在街道上，他来到小橘身旁，抱歉，我的宝贝，今天又让你饿肚子了。对于空手而归，他深感愧疚，但或许这就是流浪猫原本真实的生活。好心的人们找来救援队帮忙，并且还带来了兽医。救援队立刻开展行动，他们决定采用诱捕的方式进行救援。通过大姐的不断引导，小辉逐渐放下了戒备，很快救援就成功了。他惊慌地在笼内窜来窜去，也许此刻他更担心的是妻子的安危。随后，救援人员将小辉放进铁网中，想以此来吸引小橘。不久后，小橘出现在了街道上。当看见笼内的小辉时，他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。原本胆小的他此时却没有畏惧，因为他的生命已经不能没有小辉了。相濡以沫的爱早已深入骨髓。2只猫咪被成功救援后，它们马上被送去了宠物医院。经过对小辉的一番检查，医生表示他身体状态良好，而另一边的小橘却没那么幸运。由于双腿长期与地面摩擦，已经让他的双脚露出了骨头，很难想象他每天都在经历着怎样的痛苦。另外，他的后腿已经变形，通过手术恢复的希望微小，但医生表示自己会尽最大的努力。2个月后，当记者再次看到小橘时，他的伤口已经愈合，并且已经能够奔跑行走。奇迹般的故事再一次降临在他的身上，相比之前的样子，小橘已经脱胎换骨。医生也觉得难以置信，或许他得到了上天的眷顾。故事的结尾，那位经常喂养流浪猫的大姐收养了小辉和小橘，他们一如既往的每天秀着恩爱，在续着流浪生命中的情缘。即使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，小辉仍未改变流浪时的习惯。妻子没吃饱之前，他绝不去碰碗里的食物，把最好的留给最爱的人。或许这才是爱情该有的样子。虽然他们只是动物，但我却在他们身上看见了爱的光芒。愿世上所有有情人都能拥有一份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的挚爱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一条狗到底有多忠诚？望着屏幕前的狗狗，老爷爷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。
他没想到一场大火后，陪伴了自己10年的狗还活着，而且还守护在早已化成废墟的家里，等待主人回来。当救援队将他救回后，兽医为他拿来了食物和水，然而已经饿了2天的狗狗却意外地选择了拒绝。难道他觉得主人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，自己也不愿再独活下去吗？狗狗名为奥斯卡，忠犬八公的故事又一次在他的身上上演。奥斯卡从小便被一对拾荒老人收养，迄今为止已经陪伴2位老人走过了10多个年头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不久前老奶奶去世了，几个月之后家里又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烧成了灰烬，老爷爷也消失在他的世界里。可即便家已经被烧成了废墟，奥斯卡依旧至死不渝地守护着曾经的家。白天他会在附近的街道游走，因为这里洒满了他和主人共同的回忆。可这熟悉的大街望了无数次，也走了无数遍，却怎么也寻不到爷爷的踪迹。看他的背影真的好像一条狗。奥斯卡总是满怀期待地跑回家，期盼主人能像往常一样叫自己吃饭，可每次等到的只有失落。也许他认为主人被埋在废墟里。奥斯卡拼命地搜寻着主人的气息，可每次的结果都是以失望结尾。无奈的他一声声地呼唤着主人，每一声的悲鸣都代表了对主人无尽的思念。就这样，他从白天等到夜晚，深夜的悲鸣是他唯一能够倾诉的方式。凄凉的声音里写满了思念与祈祷。此时心疼狗狗的请扣666。狗狗的事迹感动了附近的居民们，由于他的腿部烧伤，随时会发生感染。救援队决定立刻开展行动，可当有人靠近院子时，奥斯卡立马咆哮发出威胁。看家护院的本能深深刻在了骨子里，他不允许任何人靠近自己的家，哪怕那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。节目组通过4处的打听和走访，最终查询到了老爷爷的音讯。原来因为这场火灾，老爷爷全身大面积烧伤，一直在医院接受治疗。随后工作人员打开了电脑，当看见奥斯卡的那一刻，老爷爷瞬间嚎啕大哭。他没想到奥斯卡还活着，而且还在烧毁的废墟里等着自己回家。看着狗狗身上的烧伤，主人泪流满面。他不知道这2个月奥斯卡是如何填饱肚子的。老爷爷哽咽地说道：“只要我还活着，就绝不会让它流浪。”望着守在家中的狗狗，老人心里满是愧疚，哭了许久才止住了眼泪。为了让救援顺利进行，老爷爷配合救援人员录制了视频。随后工作人员返回现场开展救援。首先几人搭建了一个铁笼，接着又在废墟中找到了主人的衣物，将它放进笼内后，打开电脑循环播放提前录制好的视频，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吸引狗狗进入。几小时后，奥斯卡回来了，他一瘸一拐地走进了大门。当听到主人的声音后，他直接愣在了原地，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犹豫片刻后，他随着气味和声音走进了笼内，伴随着一声巨响，救援成功了。可不知情的奥斯卡被吓了一跳。经过救援人员的一番沟通，奥斯卡很快就安静了下来。救援队随即将他送往宠物医院进行治疗。经过一番检查后，医生表示狗狗的烧伤程度不算严重，经过处理后很快便能痊愈。但接下来的问题却让兽医也束手无策，也许太过于思念主人，面对近在眼前的美味，他却无动于衷。2天的时间，他不吃也不喝。医生表示这样下去，他可能活不了多久。没办法，救援人员再次联系到主人。看到视频中绝食的奥斯卡，主人再一次流下了眼泪。他非常自责，因为自己目前没办法照顾奥斯卡。在记者的建议下，老爷爷录制了一段让奥斯卡吃饭的视频，并且还带回了老爷爷的随身物品，希望能让狗狗理解它的主人还活着。奥斯卡嗅出了主人的味道，不争气的眼泪差点从鼻孔里流出来。他用力地在地毯上蹭了蹭，似乎不太敢相信自己的嗅觉。接着记者将电脑打开，当听到主人熟悉的声音时，奥斯卡顿时被吸引住，2只耳朵不断抖动着，眼睛紧紧注视着屏幕。他一遍又一遍地确认着主人的声音。终于下一秒，奇迹发生了，他开始大口地吃饭，不到1分钟的时间，罐头就被吃了个精光。似乎这一刻，他的生命又再次燃起了希望。1个月后，老爷爷顺利出院。为了欢迎奥斯卡回家，老爷爷特意为他制作了一个新家。他不断徘徊着，心里有点担心奥斯卡会认不出自己。然而当奥斯卡看见爷爷的那一刻，激动的心情直接挣开了绳子。他快速跑向自己的主人，久违的幸福感再次袭来。多日的思念之苦刹那间烟消云散。老爷爷抱着奥斯卡，此时早已泣不成声。也许他们都不曾想到，有朝一日还能再续10年的缘分。奥斯卡高兴的尾巴都快摇断了。为了弥补对奥斯卡的亏欠，老爷爷买了他最爱吃的牛肉罐头。也许这是他几个月以来吃的最香也是最好的一顿饭。狗不嫌家贫，一碗的剩饭便能换得他全部的忠心。半年后补贴的新房建好了，奥斯卡和主人顺利搬进了新家。但我想，对于奥斯卡来说，有爷爷的地方就是家的存在，他是他生命的一部分，而他是他的全世界。愿世上再无流浪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